Hello，大家好，我是怪叔。你们平时有人会喜欢收集一些古字画吗？就是比较老的那种啊。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啊，就是跟古画有关。那是我之前在电视台拍摄那个艺术家人物访谈类节目的时候啊，听一位张老师说的。张老师啊很厉害，他大概在30年前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一位书画大家了。那时候一张那个4平尺的那个大写意啊，随随便便的就能卖出个6位数。但是让人很不解的是啊，在张老师市场最好的时候，他突然不画画了，改写字了。要知道，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啊，是等于说直接是换了新的赛道啊。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已经问过了，但是老师当时啊就说什么书画不分家啊之类的官方话，我们心里面也都有数，这毕竟是上电视节目嘛，对吧？于是到了晚上，我就趁着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老师喝酒喝得很尽兴，然后我啊就又问了一遍。可是这一次啊，我这话一问完，原本还在那边侃侃而谈的张老师啊，忽然就安静了下来，仿佛犹豫了很久，挣扎了许久，最终啊叹了一口气，还是和我们讲述了30年前的事情。他在讲述的时候啊，我们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那种不是作假的恐惧。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是听得头皮发麻，怪不得他很少提起此事，因为整件事情真的是太过于灵异了，说出来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人相信。那么3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求一个订阅，我们细细讲来。张老师说啊，这个事情啊，还得从他的一个朋友说起。差不多30年前吧，他的一个好友刘凯是台湾人，因为他是中医世家，所以啊，早年间就被特聘到大学里面去当老师了。刘凯除了古玩字画以外啊，别的没什么爱好。因为张老师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啊，对于古玩字画这一块也是颇有研究，所以他们两个人平日里啊就经常会有一些交集。这慢慢的呀，两个人的关系也就变得非常的要好。事情发生的前几天啊，刘凯和往常一样，一个人去了朝天宫。朝天宫啊，有一条老街，是那个专门售卖古董的地方。老街啊，有比较大的古董店，也有街边上那种小排档。能不能买到开门的东西啊，就得看自己的眼光了。刘凯那一天啊，在这里逛了好久，也没有看上眼的东西，琢磨着呀，再看一家就回去。于是啊，就走到了旁边一家比较大的店里边。这家店里的灯光呀比较昏暗，其实这也正常，卖古董的店里面啊，一般都是如此。一来可以营造出那种神秘的氛围，二来啊，就是方便客户走眼卖假货嘛。刘凯也没有太在意，扫了几眼货，没有特别中意的就要离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背后啊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自己，那种感觉很强烈。于是啊，就回过头去看，可是后面啊一个人也没有，老板依旧坐在柜台里面玩手机。就在这个时候，刘凯发现了那幅挂在墙角的古画，于是啊就走近了，仔细查看。这画纸、这墨水都是一眼开门的宝贝啊！再看这个画的人物，是一位不知道什么时代的女子，只是穿了一袭那种粉色的长裙，长发披肩而下，仿佛啊刚刚沐浴出来的。女子的身后就是写意的山水图，整个画面啊，无论是人物的线条还是神态，都是活灵活现的。他在看人物的眼睛，那仿佛有光在里面流转。哎呦，这一下直接是看到了刘凯心里去了。刘凯确信啊，这一件绝对是开门的宝贝。随后啊，一问价格，更是让刘凯欣喜不已，想都不想直接付款，拿着画就走。他害怕呀，害怕老板反悔，因为这幅画他既然就花了200块钱。要知道，先不论画的真与假，你就算买一个复印件，也不可能是这个价格啊。刘凯一心认为啊，就是老板报错了价。这一回到家啊，刘凯就立刻把这幅画挂到了卧室的墙上，和床是正对着的。在卧室明亮的光线下，刘凯再次仔细地看了看这幅画。这个画纸啊，因为年代的关系已经发黄了，画上的少女啊，但还是极致的漂亮，神情啊也是极为的逼真。无论刘凯站在哪个位置上，都会觉得这个画上的少女啊，似乎也在盯着他看，而且那眼睛里面还流露出那种极致的温柔和诱惑，就像是情人看着你的感觉。而且那浅浅的笑容啊，仿佛不是人间的女子。其实刘凯啊，一直对女孩子啊就没什么感觉，这也导致了呀，他40了还是单身一人。
但是在和这画中少女的对视下呀，刘凯的心中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是一种从前从未有过那种情欲。刘凯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接着赶紧收起了心神，再次仔细查看。忽然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姑娘的背后的背景不仅仅是一幅写意的山水，只见这姑娘和背景之间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到一群劳作的男人，而且是不同时期的男人。从服饰上看最古老的能有隋朝的那个时候，后面呢还有什么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最奇怪的是还有2个人，一个人身穿那个长袍马褂，戴着金丝眼镜，还有一个人身穿中山装，然后口袋里面还插了一支钢笔。很显然这2个人的打扮就是民国的打扮。看到这里刘凯的心中虽然有一丝的失望，但是更多的是疑惑，这是哪个画家的风格呢？为什么要画得如此古怪呢？并且那张纸和墨水一看就是至少是明朝以上的东西，这种时空的矛盾让刘凯实在是想不通。刘凯一边想着，一边数着那个画上的男人，一共是18个人。刘凯带着疑惑再看向画中的女子，只见原本那还在浅浅微笑的姑娘，此时的表情忽然变得诡异神秘起来，仿佛看透了刘凯的心思一般。刘凯一惊，揉了揉眼睛再看，却发现这个姑娘还和之前一样淡淡的笑着。刘凯当时只当是自己太累了，看花了眼，于是就匆匆上床睡觉了。这第2天早上刘凯一觉睡醒来就看向了墙上那个少女。少女仍然是带着那种浅浅的笑容，但是目光却比之前更加温柔，更加诱惑了。刘凯拍了拍自己的头，想着昨天晚上做的梦太荒唐了，自己想着一定是昨天晚上看画的时候想的太多了。那么刘凯到底做了什么样荒唐的梦呢？原来刘凯昨天晚上梦见了画上的少女，而少女在他的梦中是那么的柔情似水，充满着对男人的那种无穷的诱惑。于是刘凯在梦中经不住少女的诱惑，不能抑制的，情不自禁的就拜倒在了少女的长裙之下。甚至在刘凯早上醒来的时候还能想起少女那曼妙的身材以及所带来的快感，就连空气中似乎还流动着少女身上的幽香，充满了那种暧昧的气息。此后一连好多天都在梦中和少女不断的缠绵。刘凯也从最初的疑惑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他也曾经打过电话给最好的朋友张老师想询问一下具体的情况，但是话到了嘴边又说不出来。毕竟这个古怪的梦对他的身体似乎也没什么影响，毕竟自己是中医嘛，自己很清楚自己身体的情况。只是慢慢的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了他的异样。张老师在此期间也见过一次刘凯，想询问具体的原因，但是刘凯都是支支吾吾的敷衍了过去。到最后就连他的学生都发现了不对劲儿，因为以前上课总是充满活力的他现在经常开始变得走神起来。学校的领导也发现刘凯近期不是迟到就是请假。要知道在这之前刘凯除了回台湾之外，可是从来没有迟到过或者请过假的呀。再到后来刘凯直接就不去上班了，学校领导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听，寻找了所有与刘凯有接触的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包括他在台湾的父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无奈学校只能报了警。可是等警察上门调查的时候却发现刘凯的门窗都是从里面反锁的好好的，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包括刘凯的钱包台胞证车钥匙都好好的放在桌子上。张老师也怀疑可能是有人觊觎他的古董，于是也仔细检查了一下，却发现刘凯所有的古董一件不少的都在家里面。也就是说刘凯是突然从家里面失踪的。学校的同事、隔壁的邻居也都完全提供不了任何线索。警察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把这个案件暂时的定为了悬案。从台湾过来的父母极度的悲伤，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临走的时候就把刘凯房子的钥匙给了张老师，请他帮忙照看一下，这万一刘凯回来的话，对吧？张老师也因此会常常去刘凯的房子看一看，即使这里离他住的地方很远。就这么来来去去的过了大半年，刘凯依然没有出现，警察那边也没有任何的消息。直到一天夜里，张老师在附近应酬，那天晚上喝了很晚，要是回家的话都不知道几点了。不过好在这里距离刘凯的家比较近，
于是就打算去刘凯的家里面住一晚。因为自己经常会过去看一下嘛，所以他家的钥匙自己都是随身携带着。到了刘凯家以后刘老师就洗了个澡，然后就躺在了刘凯的床上，这一抬眼就看到了那幅古画，画上的少女在微笑着，眼睛里面依旧是流露出了那种无限的温柔和诱惑。张老师说到这里也有点难为情了起来。他说喝完酒脑子里面有一些淫邪的念头很正常。当时张老师一边想着，一边就关了灯睡觉了。早上起来，张老师满脸通红，因为昨天晚上他梦到了和画中的女子交合的场景，那个感觉很真实。张老师起床后来到了画前，仔细的端详着。一开始也在赞叹这位画师的画工了得，但是构思确实狗屁不通，真的是浪费了这么珍贵的纸。张老师一边自言自语的说着一边就仔细着看着那些男人。突然一阵冷汗从张老师的身上冒了出来，背后也是一阵阵的发冷。他想动一动却发现自己浑身似乎都僵硬了，一动也动不了。他想喊一声也喊不出来，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梦中被鬼压床了一般。而此时画中的少女淡淡的微笑已经变成了神秘而带点邪恶的笑。可此时的张老师根本是顾不得看这些他的眼睛只是定定的盯在一个地方。因为在那一群男人中有着一张他非常熟悉的面孔，那是半年前莫名失踪的刘凯。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张老师那不由自主流露出的恐惧。我们问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张老师说后来自己就联系上了刘凯的父母，把自己的猜测和他父母讲了以后没几天他们就从台湾过来了，把刘凯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包收拾好，包括那幅画一并带走了。至于他们最后怎么处理那幅画的，自己也不好多问，反正刘凯是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张老师从此不再作画，因为每次只要画画的时候脑子里面就是那姑娘的神秘身影。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